今天我们来聊聊酷热夏日里那些不能贪吃的水果陷阱。大热天里，人人都爱啃上一口清凉多汁的水果来解暑生津，但你知道吗？有些看似健康消暑的水果，吃多了反而可能给身体带来麻烦。没错，我们常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可是在炎炎夏日的高温高湿环境下，某些水果如果摄入过量，不但无法清热，反而会引发各种不适，甚至把人送进医院。夏季高温湿闷，人体新陈代谢虽然加快，但脾胃消化功能却相对较弱。中医讲暑湿伤脾，现代医学也发现很多人一到大热天，胃口就变差。这时候，如果大量进食某些水果，非但不能养生，还可能加重肠胃负担，适得其反。一般来说，中医会将水果按照性质分为寒、凉、温、热4类。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适合适当吃些寒凉性的水果来清热解暑，但也不能过量，以免伤了脾胃。而那些性质温热的水果，在大热天更是容易火上浇油，引发上火等麻烦。一冷一热，其实都要拿捏分寸。下面我们就逐一看看其中的典型代表。首先要说的是盛夏时节让人又爱又恨的荔枝。荔枝肉质晶莹，香甜多汁，是许多人夏天垂涎的时令鲜果。适量吃荔枝有不少益处，它富含维生素 C 和多种氨基酸。民间还认为荔枝有补脾益肝、养血生津的功效，对于病后虚弱、贫血的人有一定滋补作用。然而荔枝吃多了就没那么美好了。俗话说，一颗荔枝3把火，讲的正是荔枝的火热属性。明朝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荔枝气味纯阳，其性微热，并指出新鲜荔枝吃多了会导致饮肿口痛。意思是荔枝属于阳性温热的水果，新鲜的荔枝一次吃太多就会引起牙龈肿痛、口舌生疮。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荔枝甜美背后隐藏的上火风险。唐朝时，杨贵妃对荔枝的喜爱更是传为佳话，为博美人一笑，驿站不停，快马加鞭地将岭南的新鲜荔枝日夜送抵长安。大文豪苏东坡甚至夸口说，若是每天能吃上300颗荔枝，他愿意一直住在盛产荔枝的岭南。听起来荔枝好处多多，事实上呢，现代营养学研究揭示，荔枝含糖量极高，其中的果糖如果短时间内摄入过多，肝脏来不及将其转化为葡萄糖提供能量，反而会使血糖水平骤然降低，引发危险的低血糖反应。民间把这种现象叫做荔枝病，患者会出现头晕、心慌、冒冷汗等症状，严重时甚至可能突然昏迷抽搐。前些年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就曾发生过儿童空腹大量吃荔枝导致低血糖性脑病的悲剧。2017年权威医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更指出，未成熟荔枝中含有的 alpha 亚甲环丙基甘氨酸和次甘氨酸 A 这2种成分会干扰肝脏正常升糖，正是导致荔枝病的元凶。想不到吧，甜滋滋的荔枝吃多了，竟会因为血糖失衡而危及生命。当然，上火的老问题也同样存在。大热天要是接连啃下好几斤荔枝，多半很快就会喉咙干疼，嘴角起泡，体内一片燥热难耐。为了减少上火，不少人喜欢将剥了壳的荔枝浸在淡盐水里泡一会儿再吃，据说这样能去火气。还有人吃完荔枝后喝杯凉茶或绿豆汤，期望降火解毒。但无论这些土方法是否有效，最关键的还是别贪多。营养专家建议成年人每天吃荔枝不要超过10颗，小孩子更要减半。夏天吃荔枝一定要适可而止，几颗解解馋即可，千万别真像苏东坡诗中说的那样把荔枝当饭猛吃，更不要空着肚子拿荔枝充饥，否则贪图一时鲜甜，最后可能换来的只有满身虚汗和悔恨的眼泪。值得一提的是，龙眼也就是桂圆、红毛丹等与荔枝同科的热带水果，和荔枝一样火力十足，大量空腹进食也有类似风险，务必要节制。说完了荔枝的热，再来看看另一种夏日水果的湿——芒果。每年盛夏正是芒果金黄香甜的季节，许多人忍不住买上一大袋芒果，大快朵颐。芒果其实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维生素 A 和膳食纤维，适量食用对视力、皮肤和肠道都有益处。然而由于芒果性质偏湿热，
如果过量食用，就可能物极必反。民间有句俗语，荔枝热，芒果湿，说的就是荔枝和芒果各自的属性差异。荔枝容易上火，而芒果容易生湿。中医学认为，芒果性带湿毒，过量食用会加重体内的湿热，使得本就闷热潮湿的盛夏环境在体内变得更加黏腻难受。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连着几天吃很多芒果，结果反而觉得口干舌涩，喉咙发痒不适，上厕所时也感到大便粘滞排不干净，甚至皮肤开始冒出痘痘粉刺，这些都是体内湿热过重的表现。从西医营养角度看，芒果含有较多的糖分和果酸，短时间吃太多不易消化，可能导致肠胃负担加重，积滞在那里不舒服。除了湿热以外，芒果还有另一个让人不得不防的地方，它其实是很容易引起过敏的水果。很多人吃芒果会出现嘴唇及周围皮肤红肿、刺痒，甚至喉咙肿痛的过敏现象，这就是俗称的芒果皮炎。芒果的果皮和汁液中含有与漆树相似的化学物质，如漆酚，容易刺激皮肤引发过敏，特别是在大热天，人体皮肤更敏感，一次吃太多芒果更可能诱发严重的过敏反应。还有一种情况，有人吃了过量芒果后皮肤竟然发黄，吓得以为芒果有毒，把肝脏都吃坏了。其实那是摄入超量的胡萝卜素引起的胡萝卜素血症。这种情况虽然对健康影响不大，但也提醒我们，芒果再好吃也不可毫无节制的狂吃。需要注意的是，营养师提醒芒果已被列为常见的易致敏食物之一，第一次食用或本身过敏体质的人要格外谨慎，小心少量尝试为宜。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芒果曾被当作无上珍宝，象征友谊和领袖恩情。异乡外宾赠送的芒果被转送到北京的工厂，工人们从未见过这金灿灿的奇异果实，竟把它当成宝物供奉起来，舍不得吃，最后还泡进药水里做成了标本供人瞻仰。那个年代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芒果会成为市场上随处可见的大众水果，而我们如今却会因为吃太多芒果上火过敏而困扰不已。世事难料，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适量而食永远是不变的真理。夏天享用芒果，切记嘴馋可以，贪嘴不行。一般情况下，成年人一天吃一颗中等大小的芒果就已足够，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痛快连吃3、5颗，否则吃再多美味，最后苦头还是要自己尝。聊过了湿热，接下来这一位则是又凉又寒的典型代表，要算冰镇西瓜。盛夏时节要说什么水果最解渴消暑，西瓜绝对当之无愧。西瓜含水量高达 90% 以上，富含钾元素，能补充大量出汗后流失的电解质。红红的瓜瓤中还有茄红素和贝塔胡萝卜素等抗氧化营养素，适量食用对心血管健康和皮肤都有益处。难怪炎炎夏日大家都离不开西瓜，把它奉为消暑降温的盛夏之王。大中午从冰箱里抱出一整颗冰镇西瓜，切开翠绿厚实的瓜皮和红通通的瓜瓤，冰凉甘甜的汁水顺着喉咙直滑下肚，那叫一个透心凉。3伏天里，不少人每天都离不开西瓜，恨不得拿西瓜当饭吃。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再好的解暑佳品也不能毫无节制的贪吃。西瓜本身性寒，冰镇之后寒凉之性更甚，大量冰凉的西瓜下肚，就像给肠胃浇了一盆凉水，瞬间造成刺激。一些人吃太多冰西瓜后，很快就觉得肚子咕噜咕噜作响，肠鸣阵阵，随之而来的是绞痛和腹泻，跑厕所跑个不停。特别是本来脾胃偏虚寒的人，夏天肠胃功能就弱，猛吃冰西瓜无异于雪上加霜，往往闹得胃寒腹泻，一发不可收拾。除了诱发肠胃痉挛以外，还有一点常被忽视，夏天切开的西瓜如果存放不当，非常容易滋生细菌。曾有新闻报道，一家人吃了放在室温下半天的切西瓜，结果集体感染沙门氏菌，上吐下泻，甚至有人因严重脱水被送进医院。高温环境下，西瓜富含的糖分和水分简直是细菌的温床，因此冰箱里拿出的西瓜也不能长时间搁置不管，一次吃不完要及时用保鲜膜密封冷藏。隔餐再吃时，最好先把表面干瘪变色的部分切除丢掉，以确保入口安全。再说回吃西瓜本身，
有些人喜欢大汗淋漓时空腹抱着半个大西瓜挖着吃，觉得解渴又过瘾，但这其实并不健康。空腹大量摄入果糖会导致血糖骤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又可能使血糖迅速下降，引起头晕乏力。而且空腹吃太多生冷的西瓜，对胃黏膜的刺激更强，容易引发胃痛或腹胀不适。还有人习惯晚上当零食吃西瓜，边看电视边挖上一大碗。但睡前吃太多西瓜，一来容易夜里频繁起床上厕所影响睡眠，二来西瓜含有不少天然糖分，夜间活动少，糖分更容易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顺带提醒一句，别以为西瓜全是水就不会发胖，其实西瓜的含糖量约在 5% 左右，大口吃下一块也摄入了好几十克糖。如果整天拿西瓜当饭不吃正餐，日积月累同样可能热量超标，体重上升。营养专家建议，一般成年人一天吃西瓜最好控制在500克以内，大约也就是带皮一小块西瓜的量。值得注意的是，西瓜的升糖指数相当高，大量进食会让血糖在短时间内飙升，糖尿病患者更要控制分量，一天最好不要超过约500克西瓜，并且要分次慢慢吃，切勿一次狼吞虎咽。事实上，连帝王都逃不过贪凉的诱惑，在没有冰箱的古代，能吃上一口冰镇西瓜，可是皇室才能享受的奢侈待遇。据说清朝的慈禧太后就特别爱吃冰镇过的瓜果，御医不得不再三嘱咐她注意分寸，以免伤了脾胃。如今我们普通人想吃冰镇西瓜简直易如反掌，但也更需要克制自律，不能等到肚子疼拉肚子了才追悔莫及。享受清凉甘甜的同时，记得也给自己的肠胃留条生路。说完了寒凉的西瓜，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南方产的水果之王榴莲。有人爱它香浓软糯的口感，有人却避之唯恐不及，只因那扑鼻而来的浓烈气味实在让人招架不住。榴莲可谓水果界的传奇，营养价值极高，它的果肉富含优质蛋白、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热量在水果中首屈一指，被称为补养身体的极品水果。民间有句戏言，一个榴莲3只鸡，说的就是榴莲的滋补作用不亚于老母鸡汤。榴莲还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钾和多种维生素，甚至有让人心情愉悦的色氨酸，难怪不少人说冬天吃了榴莲浑身暖烘烘，精神也振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每100克榴莲肉含有超过150千卡的热量，1斤榴莲的热量甚至相当于3大碗白饭，热量之高可见一斑。然而在酷热的夏季，榴莲的这些丰厚营养不一定是福音，反而可能变成身体的负担。先讲一段趣闻，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有随行的驿官第一次在南洋品尝到榴莲，他在日记里形容这种奇异水果远远就臭气熏天，走近了却芳香四溢，吃起来软甜醇美，而且颇为滋补。可见榴莲给古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又臭又补，威力惊人。时至今日，榴莲在东南亚依然被视为顶级滋补水果，不过它的强烈气味仍然令人生畏。很多国家都禁止携带榴莲进入酒店、地铁、飞机等密闭公共场所，否则可能引发别人的强烈不适。如此霸道的水果，在夏天吃多了，对我们人体的影响可想而知。榴莲性热，3伏天里人体本就容易燥热，如果还毫无克制的狂吃榴莲，体内的火气只会越积越旺，最后很可能引发上火症状，比如口干舌燥、嗓子疼痛，好几天都便秘解不出来，大量痘痘疯狂冒出等等。特别是本身属于燥热体质，平时就容易喉咙痛、长青春痘的人，夏天更要管住嘴，少碰榴莲这种大热之物。另一方面，榴莲的高脂肪、高糖分在炎热天气里也未必容易消化。夏天人的胃口本来就受高温影响而变差，吃饭少，消化液分泌少，如果这时候吃下大量黏糯浓甜的榴莲肉，肠胃可能无法及时消化吸收，反而觉得胃胀恶心，影响食欲。更有甚者，民间流传千万别在吃完很多榴莲后豪饮酒类，因为榴莲中含有的硫化物会干扰酒精代谢，加上榴莲和酒都会促进血管扩张，加快血液循环，同时可能引发危险的血压骤升。当地居民对此很有经验，有人吃完榴莲会喝点淡盐水或凉茶去火，还有人干脆搭配几颗清热的山竹一起吃，因为山竹被称为水果之后，能清热解毒，
用来中和榴莲的热气。甚至还有一个有趣的偏方，吃完榴莲后往榴莲壳中倒些淡盐水喝下，据说也能以毒攻毒，减缓上火。当然，这些都是民间说法，不管有没有效果，最重要的还是不要过量。营养专家建议，正常人一次吃榴莲以不超过2-3瓣为宜，千万别挑战自己消化系统的极限，一小瓣接一小瓣的品尝无妨，但若一口气吃下半只甚至一整只榴莲，恐怕还没消化完，就先觉得头晕冒汗、喉干舌燥了。对于本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来说，更应该慎吃榴莲，不然血压、血糖飙升，身体可吃不消。最后压轴出场的是不少人容易忽视的柿子。很多人以为软绵绵、甜滋滋的柿子是最温和无害的水果，事实果真如此吗？柿子虽然通常在深秋时节成熟，但如今农业技术发达，夏天市面上偶尔也能见到提前上市的新鲜柿子或反季节供应的柿饼。如果在大热天碰巧吃到柿子，更要注意适量。柿子本身营养价值不俗，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和钾元素，适量吃对保护视力、滋养皮肤、维持电解质平衡都有好处。中医认为，柿子味甘性寒，入肺经，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秋冬气候干燥时，吃1-2个软柿子润喉生津，非常受欢迎。然而夏季气候湿热，人们脾胃功能偏弱，如果过量食用寒凉的柿子，就容易适得其反。俗话常说，柿子要挑软的捏，这话本是比喻欺善怕恶，但用在吃柿子上也有字面上的道理。柿子确实要熟透，变软了再吃才安全可口。未熟的硬柿子富含鞣酸，也就是单宁酸，以及大量果胶，涩味很重。空腹吃下太多涩柿，鞣酸在胃酸作用下会凝结成块，就像吞下一团橡胶泥，可能形成所谓的胃柿石。胃柿石轻则让人胃胀胃痛、恶心反胃，严重时越积越大，甚至可能堵塞消化道，需要开刀取出。医生曾分享过临床案例，有位老人特别爱吃自家树上涩涩的硬柿子，每次劳动完都空着肚子啃上3-5个，结果几年下来，胃里竟长满了结石，最后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医学文献里甚至记载过重达1公斤的巨大胃柿石，真可谓触目惊心。除了不能空腹猛吃柿子之外，柿子还忌与高蛋白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因为鞣酸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沉淀，加重胃肠负担，严重时也可能造成结石或肠梗阻。所以民间一直有柿子不能和螃蟹一起吃的说法，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试想大闸蟹最肥美之时，也正是深秋柿子正甜之际，如果宴席上一口蟹肉一口柿子，大概很快就会肚子不舒服，多留心就能避免这种相克的组合。柿子的另一个坑是它的含糖量其实相当高，完全成熟的甜柿含糖量可达 15% 以上，吃起来虽然不觉得特别甜，但摄入的糖分却不可小觑。很多人爱吃冬季晒制的柿饼，柿饼更是浓缩了糖分和鞣酸，黏黏甜甜很诱人，但一次吃多了更容易引起血糖骤升或消化不良。营养专家建议成人每天吃柿子最好控制在2个以内。总而言之，柿子虽好，却不可贪嘴，尤其是涩柿子，一定要等它完全软熟脱色后再吃。每次尝个1-2颗解解馋就足够了，千万别拿柿子当正餐囫囵吞咽。讲了这么多，可能有人要问，难道夏天就不能痛痛快快吃水果了吗？当然不是，我们强调的是科学地选择和适度的享用。大热天不宜多吃以上提到的5种水果，并不代表它们毫无优点，相反，它们各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独特的风味。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当下的状况，扬长避短，适可而止。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优先考虑性质平和、不偏寒也不偏热的时令水果，比如苹果、葡萄、桃子、梨等，既能补充维生素和水分，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太大负担，同时也要因人制宜。如果你平时容易口干舌燥、喉痛牙肿，属于实热体质，也就是内热较盛的人，那夏天适当多吃点西瓜、梨子这类偏凉的水果，有助于清热泻火。但如果你畏寒怕冷、手脚发凉，属于阳虚体质，也就是阳气较弱的人，
那就千万别猛灌冰镇果汁，反而可以少量吃点荔枝、龙眼这样温性的水果来补一补阳气。简单来说，水果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合不合适。顺应时节，并结合自身情况挑选水果，才能既享受美味，又维持身体的平衡。还可以有意识地搭配不同性质的水果一起吃，比如吃了荔枝后，配几片清凉的梨子降降火，或在品尝榴莲时搭配几瓣山竹中和热气。但前提仍然是总量要适度。最后还得提醒一句，夏日消暑，白开水永远是最经济实惠又安全可靠的法宝。水果固然能补充营养和水分，但毕竟只是辅助。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多喝水，适当运动，再搭配各种新鲜水果的合理摄取，我们就一定能安然度过一年中最炎热难熬的日子。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夏天既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健健康康的度过炎炎夏日。